这几年过得还好吗？你和你的小姐妹哈基米相处如何？我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看着眼前的仙君，心底发寒。只有从现代穿越过去的人才知道，哈基米根本不是什么小姐妹，那是我们养的猫，也是我们约定好的暗号。眼前的男人不是我的丈夫，这是我听到他问出这句话后脑子里冒出的唯一念头。夫君飞升仙界8年，终于得到归来。回师门见我那日，他一把将我搂入怀中。我和丈夫8年前从现代穿越到这里，8年间，他从一个灵根粗劣的废物，一步步修成万人敬仰的仙君。我也从资质平平的内门弟子，成为宗师的下一代掌门人。可哈基米根本不是人，是我和丈夫穿越来这个世界时给彼此留的暗号。我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脸，心里却是前所未有的陌生。我扯扯嘴角，控制表情，语气尽量平淡。他早就离开宗门，云游四方去了。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？谢行止神色自若，语气温柔。8年未见，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宗门里孤单。我努力从他的语气和外表找出一丝破绽。他走路的样子和从前一样，他说话的语调也和从前一样。他甚至记得我不爱吃香菜，吃饭时很自然地把碟子里的香菜挑到自己碗里，太像了，像得让人后背发凉。饭后我们去拜见掌门师尊，师尊年迈，精神却很好。看到谢行止，他捋须微笑，不知不觉提到以前的事。行止啊，还记得你当年刚入门时，连御剑都站不稳，一头栽进灵药谱，压坏了为师3株百年灵芝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心中一动，师尊的叙旧正好帮我做了试探。我余光扫向谢行止，他微微欠身，语气从容。师尊还记仇呢，那3株灵芝，弟子后来不是又赔了5株更好的吗？你这小子倒是记得清楚。我面上陪笑，心里却翻涌起来。谢行止垂眸，师尊教诲，不敢或忘。这件事谢行止确实知道，但宗门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止他一个。我暗暗记下这一点，在谢行止看不到的地方使了个灵诀，让手下帮我调查最近宗门内的异常，特别是和谢行止有关的。他的回答没有任何破绽，可我心中的怀疑不仅没有消散，反而更深了。如果眼前的人一切都记得，又怎么会把至关重要的暗号哈基米忘了？走到演武场时，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来。谢师弟，是方怀，曾经和谢行止最要好的师兄。他笑嘻嘻地走过来，手里把玩着一柄长剑。8年没见，让师兄看看你的剑法长进了多少。话音一落，他手腕一翻，那柄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，直直朝谢行止飞来。我没有动，以谢行止如今的修为，接住这把剑轻而易举。他抬手，剑柄落入掌中。我下意识看了一眼他的握剑姿势，反手，剑柄偏向外侧。方怀拔剑出鞘，来吧。两人在演武场上过了10几招，剑光交错，灵力激荡。谢行止的剑法多了几分诡谲。我微微蹙眉，从前谢行止握剑从来都是正手，但8年时间改个握剑姿势和招式不是什么稀奇事。我暂时把这个念头压下去。方怀收剑退开，气喘吁吁地笑道：厉害厉害，我认输。谢行止收剑入鞘，神色平静。我走过去，假装不经意地问：你握剑的姿势怎么变了？他的眼里一闪而过什么东西，我没看清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是吗？可能是飞升之后灵力运转的方式不同了。从演武场出来，我没有追问，这个理由说得过去，但心底的异样又重了一分。我们沿着山道往回走，经过藏经阁时，一阵山风吹来。谢行止忽然皱了皱眉，抬手按了按左肩。你还好吗？没什么，老毛病了。我脚步一顿，他的左肩确实有旧伤，那是我们刚入门那年的冬天，宗门遭妖兽袭击，他替我挡了一爪，伤得不重，但落下了病根，每逢变天就会隐隐作痛。这件事除了我和他，没有人知道，他当时连师尊都没告诉，怕被说学艺不精。我看着他的侧脸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松动了一下，也许真是我多疑了。他牵起我的手，走吧，回去吃饭。我点点头，跟在他身后。晚上入睡前，我和谢行止躺在床上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结婚那晚在干什么吗？我突然开口道，他脸上露出和以前一模一样温柔的笑，拉过我的手。那天啊，我被师兄师弟们灌醉了，错过了一夜良辰美景。应薇，我们今天要补上吗？我低下头，指尖微微颤抖。新婚夜那晚，谢行止确实被灌得烂醉，但那是我们穿越过来之后举办的第2次婚礼。在现代第1次婚礼，只有双方父母和最要好的朋友参与，没有无谓的劝酒，所以那晚他带我上山待了一夜，看星星，等日出。我的心彻底冷下来，努力扯出一个笑，背对着他打了个哈欠。今天太累了，
我们先休息吧。他沉默了一瞬，随即轻轻嗯了一声，替我掖了掖被角。那双手的动作温柔的无可挑剔，和谢行止一模一样。熟悉和陌生的感觉不断交织，像爬虫啃噬着我的心。我已经有90%把握，他不可能是我的丈夫，可那1成的不确定，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掉。夜渐渐深了，谢行止的呼吸也渐渐变得平缓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侧过头看他，月光落在他脸上，轮廓分明，睫毛微微垂着，像是睡得很沉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，手伸向他的衣领，深吸一口气，将他的衣领往下拉了半寸。月光照在上面，显露出一枚淡红色的胎记，形状像一片小小的枫叶，位置、大小分毫不差。我的手微微颤抖，不，还不够。也许宗门里有人在修炼时也曾见过这片胎记。我松开衣领，转而摸向他左手小臂。3年前，他练剑时不小心骨折，骨头愈合后留下一个细微的凸起，不仔细摸根本感觉不出来。我的指尖沿着他的小臂往下滑，那个小小的凸起就在桡骨外侧，位置对，大小对，手感也对。我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从指尖凉到心底。胎记对，骨折的痕迹也对，走路的样子对，说话的语调对，记得我不爱吃香菜对，入门时的糗事对，抓伤的回忆也对。或许我真的误会他了，可为什么和前世有关的全部记忆，他就好像全然忘记一般？我收回手，怔怔地看着他的睡脸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就在这时，袖中的传讯玉符震了一下，我心头一紧，悄悄起身，赤着脚走到外室。我摸出玉符，注入灵力，那头传来弟子的声音：少掌门，您让查的事有结果了，宗门内所有弟子均无异常，就连方怀师兄这几年也一直在闭关，没有出过宗门。不过……我紧张地追问：不过什么？是关于魔族的。魔族的首领在1个月前离开魔界，至今没有消息，魔族内部也没有什么动静。您看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吗？我沉吟片刻，继续盯着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报告给我。玉符按了下去。魔族一直对宗门虎视眈眈，首领沈渊更是心机深重，杀人如麻的魔头。一旦入侵，没有谢行止在，恐怕宗门难以避免血光之灾。但眼前这个人虽然肉身特征全对，但暗号错误这一点无法解释。我躺回床榻，动静惊醒了谢行止。因为你干什么去了？他揉了揉眼睛，坐起来，头发有些凌乱，那个样子和从前每一个清晨一模一样。我的心又揪了一下，睡不着，起来透透气。他掀开被子，将我搂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肩上。想什么呢？我想说想你，想说你到底是不是谢行止，想说你为什么要问哈基米，想说你能不能证明给我看，你就是我的丈夫。可最终我什么也没说。见我太久没有说话，还是他先开了口。因为你这2天的反应有点不对劲，是不是我出去太久了，你觉得陌生了？其实受天雷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一段记忆缺失了，只是怕你担心就没说。你放心，应为我会慢慢变回从前的样子的。字字情真，句句合理。我开始动摇，或许他真的只是渡劫时将前世的记忆忘了。我这样告诉自己。于是我开始像从前一样和他相处，清晨一起练剑，午后一起喝茶，夜里一起入眠，一切都像是回到了8年前。只是偶尔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我仍会捕捉到他眼底一闪而过的陌生，那目光太深太沉，像是藏着什么我看不透的东西。我在等他露出马脚。7日后，宗门招新，山门外聚集了数百名前来拜师的少年，个个翘首以盼。这是宗师每年最重要的事之一，也是我这个少掌门必须操持的差事。这一批新人比之前多了1倍，训练的任务也变得繁重起来。除了宗门的长老外，有资历的人纷纷开始带新弟子。我和谢行止也下场，加入到训练中。演武场上，谢行止站在新弟子面前，手持长剑，一招一式的示范。弟子们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，衣袂翻飞，剑光如练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的动作，晨光洒在他身上，仙气凛然。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不对。此时下属过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少掌门，魔族那边有新动静。说。魔尊首领依旧下落不明，但他的大军开始往边境集结，目前没有进攻的迹象，但调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我皱起眉头，1个月了，沈渊离开魔界整整1个月，至今没有消息。他去了哪里？他在谋划什么？是不是和谢行止的异常有关？如果是，
又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说，继续盯着，加强边境的防御，暗中集结弟子，随时准备迎战。是。我站在原地，闭了闭眼睛，魔族蠢蠢欲动，首领下落不明，谢行止的身份存疑，桩桩件件都压在心头。谢行止似乎让他的弟子停下休息了，其中几个从我面前走过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不愧是飞升了的人，一招一式都强得很，感觉灵力都充沛了许多。就是谢师尊的招式虽然都出自名门正派，但老感觉都带着点邪气。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们慌乱地低头离开。邪气，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突如其来的攻击，下意识的反应是无法伪装的。我终于想起谢行止和方怀对峙时，我内心的异样从何而来。谢行止当时的招式和握剑的方法，明明是魔族的习惯。一个可怕的念头从心底冒出来，再也按不下去。沈渊离开魔界1个月，下落不明。眼前这个人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对，唯独忘了哈基米，唯独剑法变成了魔族的路数。如果他不是谢行止呢？如果占据这具身体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孤魂野鬼，而是魔族首领沈渊呢？我的指尖冰凉，一切突然说得通了。他知道谢行止的一切，因为谢行止的记忆被他吞噬了，他的肉身特征一模一样，因为这本来就是谢行止的身体。而前世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时空限制没有被读取，脑子里忽然闪过某本古籍上说的，飞升之时是修士防守最弱的时刻，沈渊应该就是在此时趁虚而入。那么谢行止的残魂应该还被封锁在沈渊的识海里，只有宗师掌门才有破解他人识海的方法。而现在这些新来的弟子里，保不齐就有他魔族的人。我要告诉师尊，尽快做补救措施。我掐了个诀，转身往宗门深处赶去。刚走出几步，一道无形的禁制忽然横在身前，将我拦住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猛地回头，入目是谢行止那张熟悉的脸，可眼神却变得全然陌生。应威，你果然察觉到了。禁制将我锁在原地，灵力半分也使不出来。我不再挣扎，只是望着眼前熟悉的脸。沈渊，你想要什么？他用审视猎物的目光盯着我。应威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想要这座宗门。他俯下身，凑到我耳边。还有你。声音轻得像一阵叹息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。你占据了谢行止的肉身，控制了我，下一步是什么？杀光所有弟子。他闻言居然低笑出声。哼，应威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残忍吗？我直直地盯进他的双眼，一死不言而喻。他直起身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讨论天气。我要你配合我，名正言顺的接管宗门。我下意识脱口道：不可能。他嘴角勾起玩味的笑。不可能，因为新来的弟子里有一半是我的人，边境的魔族大军也早已准备好，如果你不配合，将会大军压境，宗门上下3000弟子，一个也活不了。他顿了顿，补了一句：包括你师尊。如果你配合，我最后可以废掉谢行止一身武功，然后考虑放了他。内心翻滚着怒火，我恨自己那么晚才看透他的真面目，恨自己被牵制住了手脚，将宗门置于危险的境地。但他说的没错，我没有筹码。沉默良久，我抬起头看着他。你要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师尊年迈该退位了，你是少掌门，只要你在宗门大会上提议由我继任掌门，没人会反对。我垂下眼，沉默了很久。好，我说，我答应你。沈渊盯着我看了几席，似乎在判断我是否在说谎。最终他点了点头，抬手撤去了禁制。别耍花招，他说，你的每个动作，每一句话都瞒不住我。他转身要走，又停住脚步，侧过头来。对了，应威，他用谢行止的脸露出一个温和的笑。你还是要叫我行止，在外人面前一切照旧，明白了吗？我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点了点头。他满意的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这才发现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。我回到内室，坐在床沿上，脑子里飞速运转。沈渊要的是名正言顺，这说明他虽然有武力攻下宗门的能力，但他不想承担被围剿的代价。如果魔族的野心暴露，整个修仙界都会联合起来对付他，所以他需要我来做这个合法的过渡。这给了我时间和筹码，但前提是我必须在他眼皮底下找到破解之法。宗师掌门有一门秘术，可以侵入他人识海，强行剥离外来魂魄。师尊会这门秘术，但沈渊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师尊。我必须赶在他动手之前把消息传递出去。可沈渊会一直盯着我，传讯玉符、灵诀、书信
一切手段都可能被他截获。我闭上眼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一定有办法。次日清晨，沈渊以谢行止的身份陪我去拜见师尊，一路上他的手始终虚浮在我腰间，时不时和我低语几句，任谁看了都是一对神仙眷侣。师尊住在宗门最深处的清修殿，我们到时，方怀正好从殿内出来。师弟师妹这么早来给师尊请安，沈渊微微颔首，8年未归，理当多来陪陪师尊。方怀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出去一趟倒是懂礼数了，以前你可没这么勤快，哪次不是师尊派人去请你才肯来？沈渊神色不变，方师兄还是这般爱揭我的短。方怀收回手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正要开口寒暄，却看见我神色晦涩，犹豫一瞬，最终将话咽了回去。那你们先去请安，我去用早饭了。说完与我擦肩而去，在沈渊看不到的地方，我飞快地打了一个手势，意思是现场有叛徒，不便明说，现场只有我们3个人，希望他能明白过来我的暗示。从师尊的清修殿出来时，晨雾已经散尽，沈渊走在我身侧，面色如常。刚才在殿前，沈渊紧紧盯着我，找不到机会向师尊传递信息。正当我盘算着在找机会时，沈渊突然开口：传位大典的事该提上日程了。我心头一颤，师尊身体尚可，此时传位会引人议论，不如再等些时日。他打断我，不必。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。师尊年事已高，主动退位让贤，合情合理。况且他偏头看我，嘴角噙着一丝笑意。飞升归来的仙君继任掌门，名正言顺，人心所向，何来的议论？何况我们是夫妻，掌门之位在你在我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没有接话，虽然我是既定的掌门人，但如果得到师尊首肯，我又拱手奉上。以谢行止如今的声望，继任掌门没有人会怀疑，更没有人会反对，这正是沈渊要的。接下来的几日，沈渊以谢行止的身份开始在宗门内频繁走动。他拜访了各位长老，言辞恳切地询问宗门近况，对每位长老的功绩都如数家珍。他甚至记下了藏经阁执事长老的腿疾，第2日便派人送去了一株千年灵草。谢仙君真是有心了。执事长老捧着药匣，感慨万千。当年我就说过，行止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。沈渊含笑拱手，长老谬赞。当年入门时，多亏长老指点迷津，行止一直铭记于心。我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一幕，心底泛起阵阵寒意。他把谢行止的记忆用得淋漓尽致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份人情，都被他精准地拿来收买人心。短短3日，宗门上下对谢仙君的赞誉便传遍了每一个角落，而关于少掌门让贤的说法，也在沈渊的刻意安排下悄然传开。第4日傍晚，沈渊来找我，走吧，该去见师尊了。我心头一紧，该来的终究来了。清修殿的门被推开时，师尊正盘坐在蒲团上煮茶。师尊，沈渊拱手行礼，弟子有一事相求。姿态恭敬。师尊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跟在身后的我，目光微动。何事？沈渊直起身。师尊年事已高，宗门事务繁忙，弟子不忍师尊再操劳。另外，因为和我分别数年，我们打算要个孩子，我们商量过了，我不愿因为在怀孕时再操劳。弟子虽才疏学浅，但愿为师尊分忧，接掌掌门之位。他说的恳切，若非我知道真相，恐怕也会被这番话说动。师尊端着茶盏的手微微一顿，看向我，我知道他在等我的态度。这些年他倾尽心血培养我，本意就是将掌门之位传于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一步。行止说的有理，我们确有计划要孩子，弟子怕到时分身乏术，行止飞升归来，由他继任是宗门之幸。师尊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息，然后他看到了我垂在身侧的手，无名指弯曲，小指轻点掌心，那是师尊教我的暗语：弟子受制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师尊垂下眼，抿了一口茶，沉默良久，终于他放下茶盏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既然你们夫妻商量好了，为师也不便强求。他看向沈渊，掌门之位可以给你，但应为仍以少掌门之职辅佐你，凡事与他商议后再做定夺，这是自然。沈渊微微一笑，多谢师尊成全。他深深一揖，从清修殿出来，目色四合，走出数十步，沈渊忽然停下脚步。你刚刚的小动作，是在跟他传暗号吗？我心头一紧，面上却不露分毫。习惯罢了，紧张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攥手。师尊从前还说过我这个毛病。沈渊盯着我看了几息，笑了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在跟师尊打什么暗号。你话本看多了吧？他收回目光，语气平淡。即便你打了暗号，
没有谢行止在，以师尊那点修为，也做不了什么。他眼神里的笃定令我心寒，但他说的也是事实。当务之急是找到办法将谢行止从沈渊识海中剥离出来。这日深夜，我趁他处理宗物之际，悄悄潜入藏经阁顶层，想要翻阅古籍寻找彻底剥离魔魂的方法。阁楼之上尘埃轻扬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泛黄的书页上，寂静的只能听见我急促的呼吸声。我刚从暗格抽出魂道秘录，身后便传来沉稳的脚步声，不疾不徐，带着独属于魔族的压迫感。我猛地回身，沈渊倚在阁楼门框上，月色勾勒出他挺拔的身影，明明是谢行止的面容，眼神却沉如寒潭，没有半分仙气，只有深不见底的黑。他没有立刻发难，只是缓步走近，魔气无声散开，却没有伤我半分，反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温柔。他停在我面前2步远，目光静静落在我脸上，许久，轻轻开口：你以为躲在这里就能找到救他的办法？我握紧匕首，后背抵上书架，冷声道：沈渊，你究竟想怎样？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缓缓开口，吐出一个让我浑身震悚的地名。5年前，寒雾谷大雪封山，你还记得吗？寒雾谷3个字让我瞬间僵在原地，那是我下山历练的意外偶遇。大雪封山，寒气刺骨，我撞见一个浑身是伤、灵力溃散的男子倒在雪中，衣着普通，看不出身份，只当是落难的散修。我心善救了他，为他服下暖灵丹，引他到山洞避雪，留下干粮与灵火。次日清晨便不辞而别，从未问过他的姓名，更从未想过那个被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，竟是令修仙界闻风丧胆的魔族首领沈渊。我被仇家追杀，灵脉尽断，冻得快要死去，全天下人都想我死，仙门中人看见我只会斩草除根。沈渊的声音低沉，带着回忆的温柔。只有你不问我来历，不看我身上煞气，伸手拉了我一把，给我活下去的暖意。我在山洞里坐了一整夜，记住了你的眉眼，记住了你的声音。他往前一步，气息压低，眼底翻涌着偏执的炽热。我动用整个魔界的力量查你。青云宗少掌门谢行止的道侣，我看着你修炼成长，看着你与他恩爱相伴。我夺舍谢行止的目的，青云宗我要，你我也要。他抬手，指尖几乎触到我的脸颊，眼神认真。乖乖留在我身边，谢行止能给你的，我能给；他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场疯魔般的执念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我当年随手一次善举养出的一场劫。我救他一命，他却要求我一生，以爱为名，行掠夺之事。我救的是落难之人，不是祸乱仙门的魔。我声音发紧，厉声呵斥，猛地偏头避开他的触碰。沈渊的手僵在半空，眼底的温柔一点点冷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魔性的偏执。那你别想再逃出我的掌心。他转身离去，阁楼重归寂静。我瘫坐在地，心口剧烈起伏。原来最致命的局，早在5年前就已悄然埋下。这场由恩情滋生的痴恋，终将以鲜血落幕。传位大典定在7日后。这7天里，沈渊几乎将宗门翻了个遍。他以整顿宗务为名，将原本忠于师尊的长老逐个架空，换上从新弟子中提拔上来的人。那些新弟子表面恭敬，眼底却藏着魔族特有的阴鸷之气。谢仙君英明，谢仙君雄才大略。类似的赞誉日日不绝，可我听在耳中，只觉刺骨冰凉。传位大典那日，晴空万里，宗门广场上黑压压站满了弟子，香案上香烟缭绕，编钟之声回荡山谷。沈渊身着掌门法袍，手持玉如意，站在高台之上，日光洒落在他身上，衬得他整个人如天神下凡。我站在他身侧，挂着得体的笑容。今日本座继任掌门之位，定当不负师尊所托，光大宗门。他的声音传遍广场，引来山呼海啸般的回应。我垂着眼看着台下那些狂热的弟子，前排站着的是沈渊安插的魔族中人，后排才是原本的宗门弟子。两拨人泾渭分明，只是旁人看不出来。继任仪式结束后，沈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调整宗门架构。他以择优而用为由，将原本的核心弟子尽数调离宗门，派往偏远的分舵驻守。方怀也在其中。方师兄修为深厚，足以独当一面。沈渊拍着方怀的肩膀，笑容温和。北疆分舵，就拜托师兄了。方怀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拱手道：遵命。当晚，沈渊难得喝了酩酊大醉，我绕开沈渊的耳目，
进了后山，师尊身边的小童从树后冒出，悄悄送来一个木匣，里面是破解识海、剥离外魂的方法，需要辅以精血将引魂针扎进被施术者的风府穴。字条下面放着一枚引魂针，我仔细地将针藏进袖巾的夹缝，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对沈渊下手并不容易，更何况如今沈渊重用新弟子，他们迅速占据了宗门各个要害位置，藏经阁、灵药铺、演武堂、护山大阵的阵眼。不到3日，沈渊便完成了对宗门的全面控制，而我成了他摆在台面上的花瓶。但欲速则不达，物极必反。3日后，他的手下神色慌张地闯进房门。掌门，不好了，有人造反！闯进来的手下跪倒在地，声音发抖。是被调走的核心弟子，他们集结在山门外，说要讨个说法。沈渊眼底闪过一丝阴鸷，大步走向山门，我跟在身后，心跳如鼓。山门外，数十名核心弟子手持兵刃，群情激愤。为首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师兄，曾与谢行止同期入门，脾气最是火爆。看见沈渊出现，他立刻暴喝出声：“谢行止，你凭什么驱逐我等？”身后众人跟着怒吼：“少掌门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然而下一瞬，有人看见了我。那魁梧师兄冷笑：“少掌门。”眼中满是失望与愤怒。你还有脸来？师尊本要将掌门之位传你，你却拱手让给这个疯子。你们夫妻2人一唱一和，把宗门当成什么了？你主动让贤，他驱逐忠良，怕不是早就串通好了？我们把你当少掌门，你却联合外人坑害宗门，就是……骂声如潮水般涌来，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剜在心上。我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们骂得对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与沈渊本就是夫妻，让位、联姻、驱逐弟子，桩桩件件都是我配合完成的。他们不知道我被胁迫，只知道少掌门背叛了宗门。沈渊站在我身侧，嘴角挂着笑，饶有兴味。说完了。他抬手，黑芒自指尖射出，魁梧师兄眉心洞穿，软倒在地，全场死寂。还有谁？又有2人站出来怒骂，随即倒下。我攥紧袖中的手，指甲嵌进掌心。够了，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所有人听见。我走上前，面向那些愤怒又恐惧的弟子，语气悲戚：“诸位师兄，行止只是刚继位，急于立威，你们先回去，容我劝劝他。”人群中有人啐了一口：“少在这装好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当我们是傻子！”我垂下眼，任由他们骂。沉默片刻后，我忽然开口，像是随口闲聊：“诸位师兄入门时，第1堂课教的什么？”那骂声顿了顿，有人下意识回答：“抱元手艺。”我点点头，又说：“第2堂呢？御剑诀。第3堂呢？宗门戒律。”我垂下眼，不再说话。弟子在底下嚷嚷着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别在这装神弄鬼的！”一个始终保持镇静的弟子瞳孔微缩，率先垂手拉住还要叫骂的同门：“别说了，走。”其他弟子虽不解，但看到他的神色，终于散去。沈渊看着我，目光幽深：“你果然有点本事，但就不知道他们领不领你的情。杀多了，人心就散了。”我垂下眼：“我替你安抚他们，不是更好？”他笑了：“说得对，反正你也跑不掉。”我暗自松了一口气。第2日，他提出要和我重办婚礼，我点头应下。婚礼大典，盛况空前，沈渊身着大红喜袍，意气风发地站在高台上，向各路宾客拱手致意。他笑得张扬肆意，脸上是蓬勃的野心。今日诸位赏光，本座与应威感激不尽。他的声音传遍全场，志得意满。我站在他身侧，凤冠霞帔，含笑垂眸。他伸手揽住我的肩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像在向所有人宣告主权。我配合地微微侧身，靠近他怀中，做足了一副顺从的姿态。红绸翻飞，仙乐缭绕。夜晚，一派喜庆祥和的景象被一阵冲天的杀声打破。核心弟子们手持兵刃冲入山门，与魔族中人战作一团。沈渊腾空而起，大红喜袍在夜风中猎猎作响，灵力化作漫天黑芒，顷刻间便压制了大半宫室。他脱掉红袍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暴露了吗？比我预想的早了点儿。不过就凭你们，也想反我？”他一掌拍下，数名弟子口吐鲜血倒飞出去。方怀从侧翼杀出，剑光如虹，却被他随手一道灵力震退3步。我咬紧牙关，趁着混乱绕到他身后，引魂针早在袖中待命。沈渊正全神贯注对付方怀，
后颈空门大开，针尖刺入风府穴的瞬间，他浑身一震，猛地回头，定魂符同时贴上，他的灵力如潮水般退去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我咬破舌尖，将精血喷在针尾，嫣红的血顺着针身渗入穴位。沈渊的身体剧烈颤抖，面上光影交错，像有两股力量在争夺这具肉身。片刻后，他眼中的阴鸷如退潮般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茫然。那声音沙哑虚弱，却让我浑身一震。因为是谢行止的声音，真正的谢行止。他眨了眨眼，露出困惑的神色。因为是你吗？我喉头一梗，泪差点落下来。然而远处传来魔族的号角声，沈渊的败兵开始撤退。黑暗中有人高喊：撤！首领有令，撤出山门。谢行止脸色一变，勉强提气，抬手在身前画了一道结界，将追兵挡在外面。他的身体还在发抖，灵力不稳，显然沈渊的魂魄并未完全消散。他还在我识海里。方怀收剑赶来，一把扶住他。先别说话，回殿内再说。他谢行止咬牙道：他只是暂时被压制了。宗门大殿内烛火通明，长老们和核心弟子聚在殿中，有人身上还带着伤。看见谢行止走进来，众人神色复杂，方才还是敌人，此刻却成了自己人。谢行止站定，环顾四周，抱拳深深一揖：诸位师兄，方才之事非我本意。他将沈渊趁飞升之机夺舍之事简短道来。殿内沉默良久，那魁梧师兄的师弟红着眼问：那之前驱逐我们、杀我师兄的，我接过话：是沈渊。行止的魂魄一直被封锁在识海深处，今日才得以解脱。殿内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，有人释然，有人仍面色铁青。终于有人开口问我：少掌门，那日在山门外，你问我们入门3堂课的顺序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当时带领众人撤离弟子缓缓道：少掌门的意思，第1堂心法是让我们忍耐，不要轻举妄动；第2堂剑诀是备好武器，随时应战；第3堂戒律，宗门存亡，在此一举。方怀接道。众人恍然。那日骂我骂得最凶的弟子低下头。少掌门，我那天……我打断他，笑了笑：在你们眼里，我确实背叛了宗门。那场戏若不演真些，沈渊会起疑。殿内沉默片刻，不知谁先开口。少掌门，是我们愚钝，误会你了，是我们错了。先不说这些，沈渊虽退，但隐患未除，此事不可松懈。魔族大军未散，他随时可能卷土重来。谢行止扶着桌案站起，脸色苍白却目光坚定。护山大阵需要重新加固，方师兄，烦请你带人巡查各处阵眼，另外派人去请师尊出关。方怀领命而去。众人散去后，殿内只剩下我和谢行止。他看着我，低声道：辛苦你了。只这一句，我忍了多日的泪终于落下来。他手忙脚乱地替我擦泪，自己眼眶也红了。夜深了，宗门上下无人入眠，都在加紧布防。沈渊不会等太久，下一次进攻必是倾巢而出，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沈渊退走后第3日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，斥候便踏着晨露疾驰而入，单膝跪倒在大殿中央。少掌门，谢仙君。声音带着压抑的急促。魔族大军已在边境100里集结，粮草、战兽尽数到位，3日内必攻至山门。消息传开，整个青云宗都陷入紧绷的氛围。石阶之上，弟子们步履匆匆，筑气殿内炉火日夜不息。灵药谱的弟子连夜赶制疗伤丹丸，护山大阵的灵光日夜流转，将整座山峰笼罩其中。谢行止的魂魄虽已归位，可沈渊的残魂如同复古之居，深深嵌在他的识海之中。白日里静坐调息，尚且能勉强压制，可一旦运转灵力，识海便如刀割火灼，疼得他指尖发白，额角冷汗涔涔。我守在他的床边，看着他强忍着痛楚调息，胸口微微起伏，原本温润的眉眼间多了几分病态的苍白，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师尊手持拂尘，指尖搭在谢行止脉门之上，眉头紧锁，许久才缓缓收回手，一声长叹响彻静室。沈渊残魂执念太深，又与肉身血脉相融，强行剥离必损行止根本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神魂俱灭。如今唯一的生路，便是引沈渊自路破绽，再寻机净化。我垂在身侧的手缓缓握紧，指尖冰凉，心中早已定下一计。沈渊安插在宗门之内的新弟子并未撤走，他们伪装的滴水不漏，平日里端茶送水，守夜巡逻，一双双眼睛却时刻窥探着宗门布防。
他们是沈渊的耳目，也是我诱敌的棋子。这日午后，我故意走到护山大阵的石阶旁，对着几名值守的核心弟子低声吩咐，声音不大不小，恰好能让不远处暗处的人影听清。西北角阵眼是护山大阵的薄弱之处，灵力流转最慢，你们务必加倍警惕，日夜值守，绝不能让魔族有机可乘。弟子明白。话音落下，我余光清晰瞥见角落中一名青衣弟子眼神骤然一凝，手中的扫帚顿了半瞬，悄无声息地转身退走，消失在回廊尽头。雨已上钩。2日后，黑云遮天，魔气如潮，从天际尽头翻涌而来。魔族大军果然兵分2路，一路由魔将率领，正面强攻山门，擂鼓震天，喊杀声刺破云霄；另一队精锐黑甲魔族手持魔刃，如一股利剑，直扑西北角山谷。他们以为自己抓住了青云宗的命脉，却不知早已踏入死地。当魔族精锐冲入山谷的刹那，山崖两侧轰隆巨响，巨石滚滚落下，彻底封死了前后退路。漫天箭雨带着灵光破空而下，符纸炸裂的光芒照亮山谷。方怀手持长剑立于山崖之上，一声怒喝，埋伏已久的核心弟子从四面杀出，剑光如炼，灵气激荡，魔族精锐惨叫连连。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便已死伤大半，再无反抗之力。正面战场，黑云之巅，沈渊一身黑袍猎猎，魔气翻涌如龙，目光穿透战火，死死锁定在我身上。阴冷的声音带着彻骨的恨：苏映薇，你敢炸我？我拔剑出鞘，立于谢行止身侧，衣衫被狂风卷起，声音清亮：你祸乱仙门，夺舍肉身，因一己执念荼毒生灵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谢行止强撑着体内翻涌的灵力，横剑在前，身姿依旧挺拔，哪怕面色苍白，也寸步不退。他握剑的手微微发抖，识海之内，沈渊的残魂疯狂冲撞，剧痛袭来，他却咬牙不肯退后半步。谢行止，你以为你这副残破身躯挡得住我？沈渊仰天狂笑，魔气暴涨，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黑龙巨爪，带着毁天灭地之势，狠狠朝我撞来。他恨我欺骗，恨我背叛，更恨我心中从来没有他，休想伤他。谢行止目眦欲裂，周身金光骤然绽放，不顾一切横剑格挡。剑与巨爪相撞的刹那，金光碎裂，灵气倒涌。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，染红了胸前的白衣，却依旧用身躯牢牢将我护在身后。我伸手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，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他却偏过头，对着我勉强扯出一个温柔的笑，声音虚弱却清晰：我答应过你，要护你，护宗门。就在此时，方怀率领弟子从山谷赶回，从侧翼包抄而上，魔族大军腹背受敌，阵脚大乱，节节败退。沈渊见大势已去，眼神狠厉，转身便要遁入魔雾逃走。只要他活着，便能卷土重来，便能继续纠缠不休。谢行止眼神骤然一凝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骇的决定。他猛地抬起右手，一掌狠狠拍在自己的天灵盖之上。行止！我失声惊呼：不要！想要上前阻止，却已经来不及。金光自他体内疯狂暴涨，照亮了整个天际。那是师尊亲传的禁术，以自身神魂为引，燃烧灵力，强行净化识海之中的外来残魂。不，你疯了！你会魂飞魄散的！不！沈渊的残魂在他体内发出凄厉惨叫，充满了不甘与绝望。谢行止牙关紧咬，一言不发，任由金光吞噬自身。黑色的残魂被生生从他眉心逼出，在空中扭曲挣扎，最终在圣洁的金光之中烟消云散，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。沈渊彻底消亡，谢行止再也支撑不住，直直向后倒去。我冲上前，用尽全力将他抱住，浑身颤抖，一遍遍地哭喊着他的名字。他双目紧闭，面色苍白如纸，脉搏微弱的几乎无法察觉。方怀立刻上前，将浑厚的灵力源源不断渡入他体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谢行止的眼睫轻轻颤动，缓缓睁开了双眼，那双熟悉的温润的眸子看向我，声音轻得像一阵风：因为我好像把他赶走了。我抱着他，泪如雨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有拼命的点头。天边破晓，第一缕晨光刺破黑云，洒在满目疮痍的山门前。魔族残军丢盔弃甲，仓皇逃回魔界深渊。青云宗终得安宁。破晓的晨光洒满山谷，硝烟渐渐散去，地上的血迹被清晨的露水一点点冲淡。弟子们相互搀扶，清理战场，伤者被抬进衣炉，
丹香弥漫在空气之中。青云宗赢了，却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。战后3日，谢行止终于能勉强下床，我扶着他，一步步走上青云宗最高的望仙台。山峰拂面，云海翻涌，金色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温暖的让人眼眶发热。台下，弟子们正在修复损毁的殿宇，重筑演武场，加固护山大阵，一派忙碌却安稳的景象。谢行止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掌心还有些微凉，目光温柔地落在我脸上，声音轻缓：你还记得我们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吗？我点点头，眼底泛起温热的水汽。8年前，我们从现代因车祸意外穿越而来，一穷二白，灵根平平，连最基础的御剑都站不稳，摔得狼狈不堪。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只有彼此，还有那个猫猫暗号，那是我们之间最隐秘的牵绊。8年风雨，他从灵根粗劣的弟子修成万人敬仰的仙君，我从平凡弟子成为少掌门。我们拥有了地位、修为、众人的敬仰，可也经历了夺舍之痛、仙魔之战，失去了太多，也承受了太多。望着云海尽头，目光坚定，我轻声开口：我想回去了，回到我们真正的家。谢行止没有丝毫犹豫，反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底盛满温柔。好，我们回去。这世间的尊荣、修为、宗门大任，都不及人间烟火，不及那个有猫、有他、有我的小家。我们一同前往清修殿，向师尊禀明一切。愿将掌门之位传于方怀。这些年的历练与坚守，方怀早已沉稳可靠，心怀大义，是最能守护青云宗的人。师尊听完没有挽留，只是捋着胡须，眼中满是慈爱。为师知晓你们是义士之人。他缓缓从袖中取出一枚古朴的玉牌，玉质温润。几百年里，也有很多偶然来到这里的义士之人，刻着细密的时空符文。有人选择留下，有人选择归乡。为师尊重你们的选择，这是为师年轻时游历所得的时空秘宝，能打开归乡之路，送你们回到来时的世界。我与谢行止多谢躬身拜谢，泪水无声滑落。月圆之夜，月光皎洁如水，洒满山巅。我们并肩立于巨石之上，将彼此的精血滴在时空秘宝之上。玉牌爆发出璀璨的七彩光芒，化作一道巨大的光门。门的另一端，车水马龙，市井喧嚣，是我们魂牵梦绕的人间。我与谢行止相视一笑，紧紧牵着彼此的手，毫不犹豫地踏入光门。一阵眩晕过后，刺眼的白光让我下意识眯起双眼，鼻尖萦绕着熟悉的消毒水味，耳边是仪器轻微的滴答声。白色的天花板，柔软的病床，身上穿着宽松的病号服。我们回到了现代。旁边的病床上，谢行止也缓缓睁开眼睛，茫然地环顾四周，随即看向我，露出了久违的干净温暖的笑。护士推门而入：你们可算醒啦！看见我们醒来，脸上立刻露出惊喜的神色。车祸昏迷了整整3天，医生都说你们福大命大。原来仙侠世界里的8年风雨爱恨，不过是现代的短短3日。出院那天，阳光正好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高楼林立，市井喧嚣，嘈杂又熟悉。我们拖着简单的行李，推开了家门那扇熟悉的门。下一秒，一团毛茸茸的个影子飞快扑了上来，围着我的脚边蹭来蹭去，发出软糯的喵喵声，尾巴高高翘起，亲昵地蹭着我的手心。是哈基米，我们的猫。谢行止从身后轻轻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肩头，温热的呼吸洒在耳畔。不管是仙侠江湖，还是人间烟火，只要有你，有哈基米，哪里都是家。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安稳。身后是惊心动魄的仙侠过往，身前是岁岁长安的人间日常。或许有人认为修仙世界更好，但历经劫难，身边之人依旧，所爱之物常在。往后余生，不必再担惊受怕，不必再隐忍筹谋，只有3餐4季，人间烟火，一人一猫，一生安稳。这便是我想要的，属于我们最好的结局。